持续的暴雨让农庄几乎快被淹没。不过好在所有的牲畜都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。被啃食过的芭蕉树，雨后的丛林充满了狩猎的契机。然而这精心设置的陷阱又是否可以有所收获呢？新一天的来临，丛林的暴雨已经连续的下了1天1夜的时间，被救助的小斑鸠已经可以自由的走动了。专门搭建的鸟笼也已完全被当成了自己的巢穴，它们已不需要再被大门挡住。不论是永远的留下，还是选择重新回归山林，昆泰都将会尊重他们的选择。雨势越下越大，昆泰的农庄也首次的迎来被淹没的风险，手动的开凿出排水的沟渠。如此的森林大雨要是持续的时间过长，很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损失。不过好在时间到了中午的时候，大雨终于是停了，赶紧的喂食一下所有的牲畜。忙完农庄的事情后，自己还要抓紧外出进行狩猎，毕竟雨后的丛林中会有很多动物的出没。直接的调配出2份猪食，自己要让3只野猪彻底的吃饱，因为此次的外出很可能会耽搁上很长的时间。后顾之忧已经解决，昆泰带上了所有可能会用上的装备，背上竹篓，专门的狩猎之旅即将开启。穿梭于下过雨的山林中，每走上几步，自己都会细心的观察。外出觅食的动物很多，它们可能会在任何的地方留下痕迹。2个多小时的不断摸索与前行，昆泰来到了自己之前的营地，搭建的住所依然还在，虽然显得稍微的有点破败，但是整体的架构却还依然结实。昆泰决定就将这里当做此次狩猎的临时基地，只需将屋顶重新的覆盖即可用于正常的休息。将火堆点燃，不断散发而出的烟雾会将躲藏在周边的蚊虫驱逐，这会让自己夜晚的睡眠能够更加的安全一点。来到之前开垦过的斜坡菜园，这棵芭蕉树下有自己种植下去的一颗藤蔓，也许它的果实可以成为自己狩猎前的食物补充。然而等到昆泰将其再次的拔出，依然还并未长成的果实却是让自己有了些许的失落。间隔的时间还是太短，看来还是需要留到以后了。继续的寻找一棵斜坡上方的枯死芭蕉树，它结出的果实还勉强可以充饥，虽然味道不会和香蕉一样软糯香甜，但是至少也能稍微的补充上一点能量。赶紧的休息，今天剩余下的时间已不够自己向着附近的山林挺进了。随着新一天的来临，天空的逐渐放晴，又再次的让整片的森林重新的焕发出了生机。饿了一夜的昆泰此时已经拿起了弩弓，穿梭于山林之间，他要赶紧的狩猎到食物。自己的肚子早就已经没有了任何可消化之物。灵鸟在枝头梳理着羽毛，然而想要射中它们却也并非易事。太高的高度以及无法遮蔽的视线，使得昆泰连续出手了好几次都未能命中。继续的搜寻，一棵直接被啃咬而断的芭蕉树确实引起了昆泰的注意，并且前方的不远处还有更大的一棵，它们都被一点点的撕扯下了外皮而被吃掉了内芯，这很明显是雨后野猪外出的觅食所留下的痕迹。昆泰必须设法将其捕捉，劈砍上一棵自带分叉的树干，触发式的弹射陷阱是最为合适的选择。它可以在不让猎物受伤的前提下将其活捉，用力的夯入。它们的作用是将整套陷阱固定住平衡，接着再在旁边插入一根提供弹射的利柄。它良好的韧性足以将野猪的一只爪子瞬间的提起，捆绑上藤条，完美的平衡固定。只要猎物再次的经过这里并踩中了陷阱，那被紧绷的树干就会立即的弹射并将圈套收缩。只要它的体型不是过于的强大，就不会有逃脱的可能。最后再用枯叶覆盖其上，以此来做好必要的伪装。当然，为了尽量的掩盖住自己所留下的气味，昆泰每次都会用带叶的树枝重新的插入到陷阱的周边。然而能否成功的狩猎却还需要时间的等待。继续的前行，虽然陷阱的设置已经完成，但是自己的食物问题却依然还未得到解决。沿着水流的方向逆流而上，昆泰来到了一处岩壁旁，这里密布的缝隙中分布着很多新鲜的足迹，天然的洞窟以及潮湿的环境全都是野生山鼠的最爱。看来这里必定是它们经常出没的地方。如果可以在这里设置上陷阱，那说不定很快就能有所收获。经修出几根短枝，它们的相互拼搭就是整套陷阱的触发。一块大小刚好的石块，完美的三角平衡就是一套最为实用的捕鼠陷阱。只要它们从此经过并碰触到了横向的小树枝，那石块的瞬间落下就必定可以将其成功的捕捉。当然，为了增加狩猎的成功率，昆泰又在不远的石壁下再次的设置上了一个。所有的准备都已完成，昆泰返回了曾经的临时住所。回程途中捡拾的森林野果，在没有捕获到猎物之前，它们就是自己缓解饥饿的口粮。转眼时间已来到了第3日的清晨，经过了一夜等待的昆泰早就已经迫不及待了，赶紧的向着陷阱走去。如果今天依然还是毫无收获，那自己便要踏上回家的旅程了。毕竟农庄中的牲畜都还在等待着自己的喂食。然而幸运之神却并未因此而降临。昆泰来到了第一处的陷阱前，触发式的弹射陷阱依然还是纹丝未动，这说明昨天的夜里野猪并未经过这里。继续的前进，自己还有最后的2处希望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设置下的石块陷阱已被触发，而这也就意味着自己终于可以拥有了蛋白质的补充。一只个头超大的野生山鼠，超过1斤的体重已足够自己美美的吃上一顿了。即使第2处的石块陷阱依然没有收获，但是现在的自己已经可以有足够的体力继续等待着野猪的出现了。再次的回到临时的住所，火堆上烧光体毛，山泉水旁的仔细清洗后，就是一串正宗的荒野烤串，烈火上的持续烘烤。30分钟的等待即可享受到鼠肉的芳香。然而那专门用于狩猎野猪的陷阱又究竟是否会触发呢？昆泰的农庄又是否会因此而迎来第4头的野猪加入？
3天的等待终于迎来了陷阱的触发，一只野猪已被圈套牢牢地拴住，放于背篓穿梭于丛林之中。农庄的牲畜养殖又再次的迎来了新成员的加入。新一天的来临，昆泰已在临时的基地中度过了2个夜晚，赶紧的出发前往前2日就设置下的陷阱。不论他是否被触发，今天的自己都将要赶紧的返回到自己的农庄。今日的雨林气候还算不错，来到用于狩猎野生山鼠的陷阱旁，纹丝未动的石块表明了这里并没有老鼠从此进入。而昨天为自己提供了晚餐的第2处陷阱，今天却也同样没有受到幸运女神的光顾。看来昆泰又必须要想别的办法来获取到今天的食物了。继续的前进，蜿蜒崎岖的潺潺溪流中，貌似也没有什么意外的发现。每一处的石缝中，昆泰也全都掀开了一遍。如果可以找寻到躲藏在其中的山泉蟹，那也将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然而可惜的却是，现在已经距离下暴雨的时间太久了，它们早就已经吃饱并躲藏了起来。然而就在昆泰还在专心寻找之时，不远处微小的嘶吼之声却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。细心的分辨，那里好像是自己设置上了陷阱的方向，赶紧的起身前往。难道临走之时，这片山林还能给自己带来一份惊喜？果不其然，触发式的弹射陷阱已被触发，一只已几乎成年的野猪也已被陷阱牢牢的拴住，它的一只后腿已被富有弹性的树干吊起在了半空。这可是近段时间自己最大的收获了。昆泰很是开心，先赶紧的将野猪捆扎好，后腿和嘴巴全都用藤条捆绑的足够结实，如此小家伙也就没有了反抗的空间。赶紧的返回临时的营地，自己要用背篓才能方便于接近3个小时的山路运输。细心的检查，后腿并未因为捆绑而受伤，并且这还是一只几乎快要成年的雄性。自己农庄中已经饲养了很久的雌性野猪也终于可以迎来梦中情郎，直接的放于背篓之中，带上所有的装备。昆泰要赶紧的回到已经离开了3天的农庄，不知现在家里的一切是否都还安好。接近3个小时的崎岖步行，昆泰终于是回到了农庄。2只小斑鸠并没有因为昆泰的不在而离开农庄，小黄和小灰也是听到了主人的召唤，看来农庄里的一切依然正常，赶紧的将野猪放于猪圈之中。全新的陌生环境让小家伙显得有些不知所措，甚至等到昆泰离开以后，还在尝试着想要跳出这用于圈养的牢笼。先将弩弓重新的摆放好，连续的赶路让之前已几乎快要痊愈的伤口有了些许的渗血。然而现在的昆泰却并不能就此稍微的休息，毕竟农庄的牲畜已经饿了好几顿了，自己还要赶紧的喂食。采割上雨后新鲜生长而出的鲜嫩草头，在给原有的野猪进行喂食的同时，也能让刚刚捕捉的那只雄性野猪进行一下糖衣炮弹的攻击。当然，鲜嫩的芭蕉树也不能少，多汁鲜甜的树干以及口感清脆的叶片都是小家伙们的最爱。直接的丢到猪圈当中，连续好几顿都没有进行的喂食，已经让野猪看上去消瘦了很多。所以昆泰也是将至少3吨量的一整棵芭蕉树全都切碎放了进去。而对于刚刚来到农庄的雄性野猪来说，它终将会在昆泰细心的照料下彻底的融入到农庄的生活。终于是可以休息了，重新的将火堆点燃。小黄和小灰一直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，伤势已经好转了大半的小斑鸠也在享受着悠闲的时光。拿上用于采摘的簸箕，昆泰也是时候该填饱一下自己的肚子了。斜坡上搭建好了花架的豆角，经过了几天的生长，已经结出了果实。现在的自己也终于可以吃上正宗的豆角蔬菜了。在完全原始环境下生长而出的豆角没有任何的农药化肥添加，但即使是这样，貌似它们也没有受到过虫害的影响。当然，这一切都还要归功于农庄中的鸡群，它们已将这里的昆虫捕食殆尽。然而，这个豆角的品种却是让小编感觉到有些奇特，外形和长豆角很像，但是却又长不长。要说是地梅的话，外形好像又对不上。有老铁的家乡是种植这种豆角的吗？你们又是怎么称呼的呢？10多分钟的采摘，这些的数量已经足够。熟悉的处理手法和方式，这样可以将豆角两边的丝线去掉，毕竟它很难煮熟并影响口感。简单的清洗，山泉水的直接蒸煮，没有调味料的添加才可以突出食材本身的味道。10几分钟的等待，沸腾的山泉已经将豆角彻底的煮熟。昆泰品尝了一下，味道确实足够的鲜嫩。当然，小黄和小灰昆泰也是特意的分出了大半。虽然这对于狗来说可能会很难以下咽，但是想要在这荒野之中继续的生存，它们也必须要适应有什么就吃什么。随着新一天的来临，昆泰依然要为了牲畜的喂食而继续的奔波于山林之间。一棵粗壮的野生无花果树，它硕大的果实已基本的成熟，昆泰也是忍不住的自己先吃了起来。鲜甜的口感不但有冲击的效果，并且还可以补充身体所需的维生素。直接的爬到树干上采摘，用它们来喂食农庄的猪群，小家伙们一定会更加的喜欢。10多分钟的采摘，大半背篓的数量已经足够。回程的途中再劈砍上一棵芭蕉树，鲜嫩的芭蕉叶也要顺手的携带上一些。不同的东西可以给野猪提供到不同的营养。再次的回到农庄，芭蕉叶直接的丢到地上，野生的无花果昆泰也是细心的将其剥开，当然芭蕉树干也是尽量的进行了切碎，这样野猪就可以直接的进食到最为鲜嫩的树心部分了。看着眼前的小野猪如此开心的进食，昆泰的心中也是对于农庄的未来充满了渴望。可能要不了多久的时间，自己的野猪养殖就能迎来壮大，毕竟其中的一只野猪已经怀有身孕，并且新的雄性的加入也将会带来更大的可能。猪群已经喂完，昆泰又将无花果丢入到了鸡舍之中，它鲜甜的果肉以及种子也同样可以成为鸡群的食物。一只的母鸡妈妈再次的进入到了孵蛋的环节，
这也是昆泰一直都未舍得吃鸡蛋的原因。现在农庄中所有的鸡蛋全都在了母鸡的身下，待其彻底的孵化后，自己农庄的鸡群数量又将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。届时不论是偶尔的吃上一只，还是直接的运送到城镇进行销售，自己的生活都将会得到很大的改善。事情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，很久都没有去看过的旱稻田已经长出了大米。看着这一株株的稻穗矗立于田间，独自一人的雨林生存也终于是迎来了可以自给自足的阶段。烧上水，抓只鸡，在小小庆祝一下的同时，自己和2只小狗也都要进行一下体力与营养的补充。然而如果是你，在只有一把斧头和一把柴刀的情况下，又是否可以像他一样在这野外持续的生存下去？扩充圈养野猪的围栏，它们将会在足够宽敞的空间内自由的成长。无意中发现的竹鼠洞穴，然而它的命运又究竟是会成为美食，还是被再次的圈养呢？新一天的来临，今日的雨林格外的晴朗。昆泰正在为再次的扩大农庄的范围而做着先前的准备，先清理干净高大的灌木丛，自己要将这片空地作为扩充野猪的饲养场所。随着野猪捕获的数量越来越多，并且怀有身孕的雌性也将会在以后迎来生产，所以做好提前的准备很是必要。毕竟现在可供猪群活动的范围还是太小，劈砍来足够多的毛竹，用它们来重新的规划出界限，可以节省出自己很多的体力和时间。2只小斑鸠的情况也越来越好了，它们已可以进行短距离的飞行，持续的切割。自己要先将毛竹分割成长度相同的分段，接着再进行竹片的分解。不过这样的竹片不可以太细，它们的作用是要被插入泥土之中，当作围栏的支撑。当然为了便利于操作，昆泰也是每一根都进行了削尖的处理，而对于剩下的毛竹，自己则是要直接的将其从中间一分为2，在不需要改变长度的前提下再次的进行2次的分解。它们就是编织出全新围栏的所有材料。整整3个小时的不停劳作，所有的准备都已完成。抱上削尖了的竹片，昆泰要利用它们先圈出需要扩充的范围，利用木棍的一点点夯入，间隔而出的距离也保持着大概的彼此相同，整个的斜坡全都被包含在内了。看来此次的猪圈扩建范围将足够的宽敞。接着再将分解好的长竹片拖拽过来，利用最为简单的十字编织一片片的向上垒搭，如此既节省了捆扎的时间，又可以一次性的搭建好足够长的距离。当然，这些利用竹片搭建好的围栏并不能完全的限制住野猪的行动，它们的作用仅仅只是标注出范围，并在心理上给予警示。毕竟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喂养，即使野猪完全的越狱，也不会离开自己的农庄。又是3个多小时的持续搭建，此次的扩充面积已几乎超过200个平方。将原有的栅栏拆除，现在的面积足够4个小家伙愉快的玩耍了，并且新规划出的范围内还保留了很多原有的植被，它们可以在自由觅食的同时享受自然的清凉。当然，原本用于遮蔽风雨的棚顶也要拆除，昆泰要重新搭建一个更大的，在适当的距离处挖出深坑，毛竹依然是作为整体的承重支柱，接着再在原有的基础上拼搭上横梁，如此而延伸出来的空间就足够让小家伙们更好的休息。最后再用棕榈树叶铺垫好当做避雨的顶棚，这样一处全新扩建而成的猪圈就已彻底的完工。不论是以后可以继续的捕捉到野猪，还是即将要迎来的幼崽，如此的空间都足够它们可以更好的生存。一整天的忙碌终于是可以休息了。削割掉木薯的外皮，在没有更好的食物的前提下，昆泰一直都是用它充饥，毕竟它所含有的淀粉含量不但可以让野猪长膘，自己也可以从中补充到大量的体力。山泉水的直接蒸煮，半个小时的等待就即可食用。小黄和小灰被锅盖敲击的声音吸引而来，他们已经适应了有什么就吃什么的生活。虽然逐渐长大的体型略显消瘦，但是他们却远比很多的狗更加的幸运。随着新一天的来临，潮湿的雨林再次被雨水覆盖。趁着雨停的间隙，昆泰再次的前往进行木薯的采挖。然而就在自己刚刚清理完周边的杂草之时，一处木薯被啃食过的痕迹却是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。昆泰仔细的查看，泥土被翻新的痕迹也很新鲜，并且旁边还零散分布着被咬断的青草树叶。看来这又是一处刚刚挖掘没有多久的竹鼠巢穴，并且此时的小家伙也正在洞穴中躲藏。遇见了及时雨，昆泰没有不捕捉的道理，先清理干净周边，没有趁手的挖掘工具就用削尖的木棍代替，倾斜的角度外加紧靠着的岩石，这让挖掘起来并没有太大的难度。洞穴的走向一直在向着斜坡的上方延伸，看来这个小家伙并不是很聪明，他没有将洞穴的主体构建在巨大的岩石下方。仅仅只是10多分钟的挖掘，竹鼠的身影就已显现，依然还是十分的凶猛，他要誓死捍卫自己的洞穴。然而一切的努力在昆泰面前都是徒劳，他已被成功的捕获，赶紧的采挖上一些木薯。突然而至的降雨如果将衣服全部的淋湿，会让自己感染上风寒。小家伙的生命已经被终止了，他也将会作为食物来发挥出生命的最后一丝余热，重新的返回农庄。雨势也越来越大，小黄和小灰蜷缩着取暖，斑鸠也飞到了棚顶的上方，等待着降雨的停止，赶紧的将木薯切割成片。猪群的喂食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进行，直接的倒在猪圈之中。一公一母体型较大的野猪已经躲在了猪圈之中避雨，但是体型较小的另外2只此时却不知道躲藏在了哪里。它们应该是在新扩建的区域中找到了适合的位置，昆泰并没有找寻，雨停后它们就会自动的出现了。将火堆重新点燃，有了这只竹鼠的收获，自己又可以好好的吃上一顿了。
火堆上烧光体毛，烘烤的香味已经将小辉从睡梦中唤醒。泉水旁的仔细清洗，一串巨大的烤串已然完成。很多的老铁肯定都很关心之前圈养的那只竹鼠现在究竟如何了。鉴于昆泰一直都未给过镜头，所以小编猜测小家伙肯定是已经凶多吉少了，说不定是某个夜晚的时候，昆泰已经偷偷摸摸的给吃了。竹鼠的烘烤还需要时间。昆泰又再次的利用了带刺的植物来将木薯粉碎成末，只需要这样不停的上下刮取即可获得精细的粉末。烈火的烘烤已经渐入佳境，即使隔着镜头也仿佛可以嗅到烤肉的香味。稍微的调转一下方向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一处的成熟。木薯的原材料此时也已加工完成，昆泰一点点的将其捏成了小饼的形状，这就将是自己今天的主食。架上锅倒上油，直接的将木薯饼放入到锅中进行煎炸，只需煎至两面金黄即可完全的成熟。终于是可以开吃了，用力的揪下烤至鲜嫩的后腿，一边享受着肉的香味充满口腔，一边享受着木薯饼的松软弹牙。同样，小黄和小辉也是迎来了加餐，肉和骨头他们俩已经很久都没有吃到了，继续大口的撕咬，这必将是近段时间昆泰吃的最好也是最饱的一次。你知道最为古老的交易方式是什么吗？两只山林中圈养的原鸡，一背篓的日常生活用品。昆泰的农庄生活终于开始要走出大山了。新一天的来临，牲畜的安置已经一切妥当。昆泰要去查看一下自己的旱稻田，随手的将杂草简单的清理一下。他们的清理已不是现在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了。仔细的观察一下稻谷的情况，这样便可推断出大概的成熟时间。这是自己第一次在山林中耕种，具体能够收获多少粮食，昆泰的心中也没有明确的答案。继续的查看整体的生长情况，然而石块上几个掉落的稻穗却是引起了昆泰的注意。这看起来并不像是自然的脱落，并且在旱稻田的边缘还有被利爪刨挖过泥土并翻动的痕迹，这很有可能是山林中的原鸡所为。昆泰必须做出防护，否则自己的稻谷一定会损失很多。田地中的一棵小树，它富有韧性的树皮可以被编织成用于制作陷阱的绳子，直接的用柴刀取下一半，自己要设置一个可以将其活捉的装置，将取下的树皮进行二次的加工，能够为自己所用的是树皮的内侧一层。它既柔软又结实，只需顺着同一方向不停的旋转即可得到一根拥有一定承重的绳。依然还是触发式的弹射陷阱，不过为了让猎物固定后不会乱动而损坏周边的稻谷，昆泰也将会对陷阱做出小小的改动，依然是夯入两根树枝用作整体的固定，接着再用树皮捆绑上一根自带分叉的树枝，一根负责提供弹射的利柄，制作好的树皮绳索紧紧的捆扎好一头，一根横梁的卡住即可保持整体陷阱的完美平衡。最后再将圈套放好，只要原鸡想要踩在上面来进食高处的稻谷，那陷阱就会立即的触滑，并且被完全绷直的绳索会将其固定在此处，如此便可以在抓住它的同时而不破坏掉周边的秧苗。当然，这种陷阱也同样可以用于捕捉翱翔于天空的灵鸟。设置已经完成，为了增加捕捉的成功率，昆泰也是用带叶的树枝做了最后的伪装。临走之前，灌木丛中的芭蕉树，昆泰也是顺手的劈砍上了2棵。近日的野猪直到现在都还未进行喂食，芭蕉叶和鲜嫩草头的捆扎，这整整的一大捆足够4个小家伙一整天的食量，依然还是直接的放置在猪圈之中。已经逐渐的适应了的他们不需要经常性的将食物进行蒸煮了。怀有身孕的雌性小野猪的肚子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大，双排扣的外观也已更加的饱满了起来。看来小家伙的预产期已经不远了，虽然看起来还是未成年的样子，但是不久的以后他就要承担起妈妈的责任了。喂食已经结束，自己也要制作今日的食物了，直接的将木薯放于火堆上烘烤，这是最为简单也是最为省事的制作方式。30多分钟的烘烤，烤制的木薯已经成熟。然而就在昆泰想要将被烤糊的外皮全部刮掉之时，隐约传来的叫声却是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仔细的倾听与分辨，难道是早晨设置于旱稻田的陷阱已经触发了吗？赶紧的起身奔跑，果不其然，一只颜色鲜艳的雄性原鸡已经被陷阱牢牢的拴住。不过幸好昆泰对于陷阱进行了小小的改良，否则一直想要挣脱的原鸡是必定会对秧苗造成损毁的。赶紧的将其解下，长长的镰刀状尾羽很是漂亮，细致的检查，周身也并没有其他的受伤。这下不但保住了稻田不再继续受到损害，并且自己圈养的小母鸡们又多了一个可以受孕的对象，直接的放进鸡笼之中。现在一边一个的雄性就刚好可以达到平衡了，而它漂亮的花纹也将会给自己的农庄带来更加良好的基因与品质。继续的将烤糊的木薯外皮去掉，它软糯的口感很是亚额。小黄和小辉也是终于吃上了仅此一顿的食物。随着新一天的来临，已经在山林中独自生存了超过半年时间的昆泰决定要下山走走，自己发展至今的农庄也是时候该为自己提供点什么了。鸡笼中刺激的抓捕，昆泰要从中选取一只进行出售，先将其放入到专门运输的竹篓中，接着昆泰又从原鸡的鸡舍中捕捉上了一只。目前这2只的数量已足够自己用于检测当地的村民是否会喜欢自己的农产品。叫上小黄和小辉，昆泰要带上2个小家伙一起出去见见世面，毕竟这还是他们
们长大以来的第一次下山并与其他人的接触。接近3个小时的不断前行，昆泰来到了一处生长着低矮灌木的斜坡，这里貌似是被人为开发的田地。果然，一位村花大姐正在放养着自己的水牛。昆泰已经到达了山下，继续的赶路。也许是因为害羞，昆泰并没有和村花打招呼。然而村花大姐却是率先的开口了，她在询问昆泰的背篓中有什么。昆泰介绍了自己发展的农庄，并想要下山卖鸡。村花大姐很感兴趣，老公经常性的不在家，自己也想找点更多的事情打发一下时间，所以她决定要将昆泰的2只母鸡买下。村花大姐将昆泰领到了自己的院子当中，并且提出了以物换物的形式来进行成交。昆泰对于这样的形式很乐于接受，毕竟即使是卖了钱，自己依然需要继续的赶往城镇中进行购买。已经完全晾晒干燥的玉米，村花大姐给到了足够的数量，有了这些，昆泰说不定就可以在山林中种植只属于自己的玉米地了。村花大姐继续的前往里屋去拿更多的东西，而昆泰也顺便的简单的参观了一下一个纯天然的巨型蚁巢，这看起来很是奇特。村花大姐再次的走了出来，她给昆泰装了一些大米和麦麸。大米可以让昆泰好好的吃上一顿饱饭，而麦麸则是可以给即将要生产的野猪补充上更多的体力和营养。可能是觉得2只鸡换取这点东西还是有点过意不去，村花大姐又在昆泰临走之前送了一个碗和几根新鲜采摘的玉米棒。那么你觉得2只鸡换取的这些东西值吗？又是一路的艰难爬行，昆泰结束了这次的下山之行，再次的回到农庄，先将换取的东西全部的取出。有了这些物品，包括自己在内的农庄里的所有生物都将能生活得更好一点。直接的取上一点玉米，这些终日以木薯碎屑为食的鸡群终于可以吃上正宗点的食物，当然自己的野猪群也不例外。继续的切割上木薯，大火蒸煮的同时，昆泰又添加上了点玉米，等到2者完全的煮开，最后再添加上点麦麸。最为正宗的纯粗粮的猪食终于是在此时出现在了自己的农庄。30多分钟的等待，口感一绝的猪食终于是完成了，继续的放凉。而昆泰也将雪白的大米放入到了较小的铁锅之中，自己也终于可以吃上正宗的白米饭。猪食已经放凉，依然还是加入清凉的山泉，只有连汤带水才能让喂食的量足够。果然正宗的猪食就是不一样，野猪们也是第一次吃到了这么好吃的食物。此时蒸煮的米饭也已刚好的成熟，昆泰将其装在了碗中。如此香甜的大白米饭自己已经很久都没有吃过了，配合着之前吃剩下的竹鼠肉，这绝对是目前为止昆泰吃的最饱也是最好的一次。当然小黄和小灰也是同样，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吃到。然而这种以物换物的交换形式会对昆泰以后的农庄生活带来改变吗？